当今社会考公上岸成为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梦想。6月17日，安徽省宿州市公示的公务员拟录用名单中，苏震这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。苏震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，而且还是一名博士。招考信息显示，代码为040167的职位共招聘2人，灵璧县下辖的维吉镇和向阳镇各招录1名。录用后，考生按总成绩排名选择岗位，将从事公共服务、乡风文明建设、乡村振兴等基层综合管理工作。此前，宿州市公务员局公布的考试成绩表显示，报考该职位的6名考生中，苏震的笔试、面试总分成绩均位列第1。往后的行驶会更加困难。考公热的大背景下，海外名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博士要去乡镇当公务员，还是引来议论纷纷。这是不是一种人才浪费？他未来的仕途之路要如何走下去？诸如此类的猜测纷至沓来。通过苏震留在各个学校的痕迹，网友试图拼凑他求学的经历，找到一个说得通的答案。比如他高中毕业于安徽省萧县实验高级中学，距离他即将入职的灵璧县仅有100多公里。他大学本科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，曾拿过郭沫若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。本科毕业之后又进入斯坦福大学读博，这些履历金光闪闪，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真学霸。什么他妈的叫惊喜？什么？从学霸到屈尊考公，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在常人的想象中，凭他的学历，想要在国内一般高校拿个教职，或者找其他更体面的工作，并不困难。就算要考公，也可以往更发达地区、更高的位置考，实在没必要去皖北乡镇当个公务员。因此有人猜测，他很有可能只是厌倦了科研，因此宁肯浪费巨大的时间成本，也要给人生重新换一条赛道。基层事务虽然千头万绪，但是对于在一流高等学府厮杀多年的卷王，也是一种休息。持有这种论调的人翻出了苏震的博士论文，认为他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并不多，博士论文的致谢也言辞闪烁。2022年毕业，2024年才考公，这些蛛丝马迹很可能说明他的科研生活并不如意。也有很多人不觉得他名校低就，他有学历优势，又有基层锻炼的经验，上升速度通常比一般公务员要快得多。如今的起点虽然在灵璧县乡镇，但只要他有能力，很可能被组织重点培养，终将抵达一个学历背景相匹配的职位。不过这种说法很快就被反驳，理由是他考取的乡镇公务员岗位有5年的服务期，按照规定，这期间上级机关一般不得借调和选调。今年30岁的他，在基层待满5年后，仕途上还有多少上升空间？前景似乎并不乐观。当然这些都只是一些猜测，网友虽然猜得不亦乐乎，但是真正的原因只有苏震自己知道。事实上，人们之所以对他的选择如此耿耿于怀，总想从他的人生经历里找出一个符合常理的解释，除了好奇外，也可能是想寻求一种确定、可控的答案，来应对内心的不安全感。这种不安全感的由来复杂，比如忧心学历是不是越来越贬值，体制外的就业选择是不是越来越窄，连海外名校毕业的留学生也找不到好工作。除了考公，还有没有别的行业能承接人们安稳度生的愿望？虽然苏震的公考之旅已是胜券在握，然而踏上这条路就意味着未来5年他将深深扎根于这片乡土，与繁华都市的喧嚣暂时作别。据知情人透露，高中时期的苏震就是校园里的学神，他出身寒门，父母都是朴实无华的农民，他没有显赫的家世，更没有捷径可走，全凭一股不服输的韧劲，才有了今天的荣誉。其实，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出现高学历海归选择进入编制的例子。此前，曾有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生入职杭州某街道办公室，
还有几位耶鲁大学毕业生返乡担任村官。近日，也有一名东京大学硕士入职安徽某街道担任公务员。海外名校的毕业生回国找不到好工作，与其这样，倒不如考个公务员。毕竟公务员这个职位上限不高，但是下限也不低。在社会上找不到什么好工作，当个公务员总归是不错的选择。2022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，有 74.4% 的留学生认为海归群体中存在着考公热现象，尤其是这2年，升温很明显。至于网友疑问，海外博士毕业回来就能在国内名校就职，能拥有丰厚的科研启动资金、优渥的安家费、优厚的薪资待遇，甚至可以解决配偶工作和孩子上学问题。但是其实如今国内高校里非常卷，很多高校采取非升即走的政策，甚至完不成 KPI 的青年教师将面临合同终止或其他处罚，有没达到考核标准降薪降职的，有被学校要求退还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安置费。这类协议增加了青年教师的压力和负担。2021年复旦江某制造的割喉案，上个月爆出的南林宋某自杀案，都是这条路上的悲剧产物。学术之路并不好走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尊重苏同学的个人选择，并且祝愿他在新的人生旅程一切顺利。